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3年你们的感情线会如何波动？在2023年，塔罗会给到你们怎样的爱情建议和爱情指引？那在我们这组视频里边抽到的这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这个吊人的话，我觉得23年你们在感情上面压力会有一点大，也许会被催婚，或者说你们身边人会给到你们的压力，会有很多人关注到你们的感情状态，这会让你们有点不自在，也总会有人让你们降低自己的标准啊。这里边可能还会有两代人的差异，冲击着彼此的观念，让你们看起来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啊。你们在感情那边其实有一点像是那种一意孤行的勇士，所以你们是绝对不会妥协或者说降低自己的标准的，也绝对不会退而求其次。你们在感情上面呢，和绝大部分人的选择都不太一样，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一些底线啊，所以这会让你们在一个环境里边很容易会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且吊人的话，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也是很不自由的，束手束脚的，它束缚甚至是绑架了你们的感情，要么是没时间谈，要么就是周围的人和你们都不在同一个频率和节奏上。所以说有可能是你们不太想找身边人。第一个建议就是你们要走出去啊，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或者说换一个环境，开启新生活。第二张牌圣杯四啊，你们很容易陷入到情绪的波动里啊，而且你们的喜欢大部分是后知后觉的，一向都是那种隐忍的、克制的。圣杯四，你们处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里边，一方面你们希望能有一个肩膀来让你们依靠，另一方面你们又有一点恐惧这种依附于某个人的状态，也许是因为曾经为了某个人赴汤蹈火，但是一旦经历过狠狠的挫败以后，就很难再那样了，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点郁郁寡欢。但是你们要明白啊，失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勇气去接受，没有勇气重新开始。所以说2023年呢，你们会有一个重生，从过去的循环的回忆当中解脱出来，重新找到爱的勇气啊。这个里边呢，它也是有一种不要在过去里边寻找答案，去往未来才能够找到意义。所以第三张牌圣杯王牌啊，我觉得你们在23年的这种对于感情的一种向往啊，会发生改变。你们向往的是那种平和且安静的感情生活，你们在感情上面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一个变化。你们要的不是那种一瞬间的激情，或者说一瞬间的感情，你们要的是那种激情消退之后啊，两个人依然还愿意陪伴彼此，能否还有，你们看的是，当这种激情消退之后，两个人能否还有依赖感。所以说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一段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从这张圣杯王牌我看到的就是你们是有自己的节奏的，你们不会去因为焦虑而追赶什么大海，因为你们有着自己的浪潮。所以说你们在感情里边有自己的这种节奏和规划。你们有着自己发展的时区，有的人看似走在你们前面，也有人看似走在你们的后面，但是你们在自己时区里边的这种独特的节奏，会让你们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要相信命运的安排，在命运为你们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会准时到来。所以说这个圣杯王牌就是在提醒你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感情状态而感到焦虑。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只要能够遇到对的人，那什么时候遇到他都不算晚。在这组牌里边呢，其实我们抽到了两张土象能量很强的牌，一个是星币骑士，还有一个是星币9。那么这两张土象能量呢，我觉得是2023年的感情线波动，可能是会有一个土象特质的人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大概率是在2023年的上旬到中旬这个时间段，3到6月份。土象的话有3个星座：摩羯、金牛、处女。摩羯的话，摩羯的这种能量啊，在感情上面，他是很含蓄的，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又会很成熟，
很自律啊，非常的重视承诺，很有责任感，感情观比较传统。金牛的能量的话，会有一种工作狂的属性啊，有一种韧劲和埋头肯干的精神，很低调，不喜欢引人注意啊，喜欢安安静静的打磨自己。土象特质的人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类型，而是更关注眼前的事，看到具体的风景，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会在某个职业技能方向上面非常的精通啊，会一门手艺，有一技之长傍身，类似于铁饭碗，可能是自由职业，医生、律师或者说金融行业。而对方他的这种处女的能量呢，非常的爱干净，细节控，完美主义，给你们的第一眼印象是看上去就是那种很讲究的人，干干净净，说话简洁有力，做事得体，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专注力啊，但是也容易钻到牛角尖里边出不来。感情上面是很专一的，有一点倔强，很难被说服，但是心地又很善良。从面相上来看的话，他们是那种国字脸，类似于娱乐圈里边佟大为或者说黎明的这种长相啊，他们的手会很大，能聚财，能管钱，很会理财，有成为顶梁柱和一家之主的气魄啊。平常虽然话不多，但是关键时刻呢，能站出来啊，顶住压力啊，能扛事儿。这包括这张战车牌啊，就是你们23年遇到的这个人呢，它是一种势均力敌的感情吧。这种势均力敌不一定是经济条件，而是心理、知识、教育、学历、三观方面的对等。而且你们不需要担任对方的前任问题啊，他们是属于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类型，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会很真诚，但是如果一旦走出来也绝不会回头。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永远只活在当下，或者说未来，不会活在过去，不算特别念旧，也不害怕失去任何人和事，有勇有谋，对于爱情、未来想要拿下的任何人事物都有着明确的规划。宝剑骑士呢，我觉得23年你们会拿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吧，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无论是喜欢的人还是不喜欢的人。因为如果说是不喜欢的人，也不要拖着和逃避啊，不要给错误的人幻觉，但是也不要让对的人等太久。如果说你们遇到喜欢的人、心动的人，就要主动的去邀约沟通。它是有一种主动去争取的能量在里边的。这种幸福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们要去发现，要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第二就是你们要拥有一种能够抓得住这种美好的能力，思维一定要清晰。宝剑的话，你们的思维越清晰，你们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一种怎样的感情，遇到一个怎样的人，你们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想即所得。2023年最重要的一个指引就是选择，你们做出怎样的选择，你们就会遇到怎样的人。比如说你们去参与到慈善公益的活动当中，那你们认识的人一定都是心地善良的。如果你们去参与到一些需要竞争的项目，比如说拳击啊、跆拳道，那你们遇到的这些人肯定都是勇敢的。那如果你们去健身，那你们遇到的人呢，他大概率是自律的。所以说你们的选择会决定你们未来的命运，会决定你们未来遇到怎样的人。那么这张 confidence 要对自己自信一点啊。也许现在的你们不被看好，身边人总有人会打压你们，但是你们不需要证明什么，你们只需要带着自己的勇气和骄傲，在23年去追逐属于自己的幸福啊！也不要害怕自己的缺点，因为优点会让你遇到优秀的人，但是你们的小小缺点才能够让你们遇到那个对的人。那么第二张牌 stability 和第三张牌 responsibility 这两张牌结合到一起呢，23年它是你们开始承担责任的一年。对应一部分人可能会结婚啊，就是你们不会再一个人去奋斗，而是会和一个人组建这种合伙合作的关系，两个人一起去携手创造未来，生活将会变得稳定啊，未来将会变得不再那么模糊和遥远。23年对于你们来说，感情上它可以很甜蜜，好像有了一副铠甲，但是也会有一点沉重，因为你们会换一种身份，会背负上某种责任，会有一种力量把你们拉回到现实当中去，不再是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会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看到具体的风景。你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23年你们会找到一个你们认定的人，
一个你们想要去守护的一个人，你们会同样也会被一个人所坚定的选择，所以说23年会有这样的一种双向奔赴的感情显化出来。23年你们可能会主动的去放弃掉自己的一些自由，但是你们的心会变得更踏实。感情上面的话呢，内心当中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的感觉。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呢，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皇后牌，皇后的话，你们2023年的主要任务其实是自我建设，感情它更像是一个支线。你们之前在感情上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但是你们要想一想，如果你们不走那些弯路的话，未来你们也不会有辨别弯路的智慧。所以2023年你们会活得更加清醒且通透。皇后本身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释放啊，就是2023年你们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女神或者说男神，会有人被你们自身的人格魅力所征服，有人会主动的来找到你们，接近你们，你们在感情里边会成为一个主导者。一般来说，抽到女皇，你们即使在感情的空窗期或者说过渡期，你们的身边也会一直有人在陪着你们。也就是说，你们的身边不缺桃花，会有人在你们的身边，但是你们可能也分不清楚这种关系，它到底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皇后牌的话，我觉得2023年你们更多的心思还是在自我建设，你们是想要完成一种自我实现的，自己成全自己，完成一种突破。所以这组牌的话呢，你们向上生长和发展的动力是很足的。而且这张命运之轮啊，一般来说抽到这张牌，你们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一个清算，就是当命运之轮开始转动的时候，你们的人生就翻篇了。命运之轮可能也是对你们过去曲折又坎坷的感情之路的一种总结。你们之所以在2023年会成长，是因为你们花了很久才彻底的看清一个人，或者说放下一个人。可能过去喜欢上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或者说不爱自己的人，所以说一边期待一边失望，一边坚决一边又犹豫。但是命运之轮已经翻篇了，你们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人生了。命运之轮会在2023年逆转，就是说你们之前会扮演一个追赶者的角色啊，缺少一些自我和棱角，尤其是在感情里边会陷入到一段不对等的关系里。但是当时间来到2023年，你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你们会成为皇后，会被追逐被托举，这就是由于你们自身思维的转变和自我价值的提升所带来的改变。而这个圣杯侍卫呢，它就是你们会把自己的过去全部重新有一个梳理清空，然后从头再来，重拾对于爱的信心和勇气，就像第一次去爱一样啊！你们的那种初心和纯粹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你们知道在感情里只有真心才能换真心，你们没有丢掉自己的初心，依然会憧憬一些美好的感情，遇到合适的人，你们依然会让自己沉浸在一段亲密关系里边。我觉得无论如何你们都是问心无愧的那一个人，你们没有辜负谁，如果谁辜负了你们，那应该是他们的损失，你们永远都会保留自己身上的一种赤子之心啊。即使谈过很多次恋爱，但是遇到下一个人还是会像第一次谈恋爱一样勇敢的去爱去感受。那我们在这组牌里边抽到了一张圣杯国王啊，一个水象特质的桃花，水象能量很强，而且你们会在上半年，就是说1到4月份遇到。首先对方的这种巨蟹的特质啊，会让他很顾家，很传统，心思细腻，声音很好听，瘦瘦高高的感觉，有很强的少年感。而天蝎的特质呢，他们的身上有着某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对方会比你们更需要安全感，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偏执吧，在感情里边对人对事的要求都极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感情里边有着非常炙热的激情，很浪漫很用心。最后他们身上的这种双鱼的特质啊，他们在艺术领域可能有着比较高的造诣，或者说他们从事的工作会涉及到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很强的文学素养，从事的工作也是和表演啊艺术有关啊，涉及到这种心理学人文社科类。那么最后他们身上的这种双鱼的特质会让他们看起来有一点梦幻吧，
天马行空的感觉，所以说他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刚开始你们遇到这个人可能会觉得他有点不着调啊，但是随着慢慢的接触，你们发现他身上的这种纯粹的特质，那种既天真又有一点感伤的这样的一种人格，甚至是偶尔展现出来的敏感和脆弱，会非常的吸引你们。权杖10呢，我觉得你们在感情这个课题上面，之前好像一直都很用力、很辛苦啊，一直在苦苦的追寻什么，走了很多的弯路，一次又一次的坠落，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重建。23年在感情上面会有一种全新的状态吧，长途跋涉之后的返璞归真，你们是不后悔的，再辛苦也要全力以赴，勇敢去爱。会有人在更高处等着你们啊，所以说还是要往前走啊，往更高处去攀登。这张皇帝呢，皇帝牌的话，我觉得你们内心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这种成熟就是你们能够理解这种世界的复杂性，也同样能够理解爱情的复杂性。它掺杂了很多的东西啊。皇帝牌呢，你们的感情会更加回归到现实里边吧。成年人的爱情看得很通透啊。不纠缠不怀念，但是遇到值得的人也同样会用心去爱，同时也能够接受事与愿违，不再强求一种结果，而是享受整个过程。皇帝牌呢，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能量吧，在你们的身体里边住着一个思想非常成熟的大人，同时也会有一个非常幼稚的小孩，有2种能量会同时缠绕在你们的身上，看上去既成熟又幼稚。这就是你们对待感情的一种态度吧。看清爱情的真相之后，依然会选择拥抱它、热爱它，这也是你们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宝剑9呢，23年你们可能会在2个人之间做一个选择吧。有一个新人，可能还会有旧人回来找你们，不过我相信你们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宝剑王后呢，它是一种非常清晰的想法。23年你们会很清楚的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会把话说清楚，目标非常的清晰，而且一定要把自己最想要实现的那个目标和课题写下来。你们想要遇到一个怎样的人，明确的进行一个自我暗示，甚至你们就是当你们把它写下来的时候，这个目标越清晰，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定要有一种试错的勇气，要去探索，不用的刻意去追求结果。宝剑王后这张牌呢，我觉得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上面啊，都是有一种势如破竹的能量的。它是一种极度的坦诚，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感情，不对自己撒谎。你们能够坦白的向对方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留任何遗憾。所以宝剑王后她也是潇洒的、果断的、笃定的。你们会用一种做事业的思维去经营爱情啊，不会试图去改变一个人，或者说教育一个人。你们只会去筛选出那些真正适合你们的人。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月亮神谕卡 Recharge， 你们会有一个充电的过程吧，去投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更丰盛，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第2张牌是 Impulse， 能够遇到一个让你们心动的人啊，怦然心动、一见钟情的感觉。你们内心当中的某种枯萎的东西会被重新点燃啊，你们的心脏会重新跳动起来，恢复那种生命的能量，让你们自身去绽放，让你们有勇气去拥有更多的美好。你们一定要相信一点什么，你们相信什么，你们才能够看到什么，你们看到什么，你们才能够实现什么。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我们抽到的权杖骑士啊，权杖骑士我觉得2023年有一种苦日子熬到头的感觉，会走出一个困境或者说死循环。这张牌它不仅仅局限于感情啊，在事业上似乎也是如此啊，甚至可能是因为你们在事业上走出困境和瓶颈，它会带动着你们的感情线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波动啊。宝剑5呢，它意味着是和一个人的纠缠会彻底结束，这种纠纷可能会涉及到财产，要争夺什么东西一样。我觉得
对应的是已经在一段关系里边的人，可能这种感情在不断的消磨和内耗，而且呢，你们之前可能在感情里边总是吃亏的那一个人，所以说宝剑五，你们会主动的去拿出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去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宝剑五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有一段感情一直在消耗着你们啊，有很多的辛酸和无奈，反反复复，在一段内耗的感情当中反反复复，又分分合合。所以说，这张宝剑五，它就意味的是23年一段纠缠的关系会被画上一个句号。然后呢，就是这张恋人牌，一个隐藏在水面之下的人会浮出水面。这个新的桃花可能是来自于一个你们早就已经认识，但是缺乏一个契机去了解彼此的这么一个人。恋人牌和宝剑五啊，就是说新旧关系在交错，它是一种交替的能量。但是这个恋人呢，就是说某种隐藏在水面之下的感情会浮现出来，而且呢，这个人啊，他是属于那种，或者说这个人他所释放出来的感情属于那种情理之中，但是又有一点意料之外。所以说，在你们的朋友圈里边啊，和一个人，你们可能和一个人有着一条或明或暗、若隐若现的这种关系链。星币2呢，这张牌就代表的是23年，你们会在两段关系里边去徘徊，或者说平衡，有可能是你们不知道该选哪一个，所以说在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还有一个解读就是23年你们是要维系一种事业上和感情上的平衡感。你们手上的2颗星币代表的是23年你们有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一个人在走独木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是从这张权杖8我看到的就是23年一定会是收获的一年啊，感情上、事业上都会有收获。因为权杖8呢，它是有一种混沌和混乱的能量和状态会重新恢复秩序。权杖8它是有一种一顺百顺、一通百通的感觉，就是你们之前整个人的能量就是被阻塞和卡顿的，做什么都感觉不对。但是当时间来到2023年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清晰的路径感，你们在一步步的朝着自己理想当中的生活靠近。权杖8就意味着是23年你们会解决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组牌抽到的前几张牌，其实它会有一些混乱吧，会有不同的关系出现，但是你们会把这些关系做一个梳理，它是一个逐渐抽丝剥茧的过程，不是说一开始就很顺，而是你们通过调整自己的状态，看清楚自己的内心，在这些关系里边选择一段最适合你们的关系。所以说它是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的。2023年你们上半年可能是在调整啊，到下半年有一些事情的发展它会被加速。圣杯9呢，23年你们可能会从一个人的手上拿回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也是和某段关系划清界限，井水不犯河水的感觉。并且呢，这张星币7它是有一种在23年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对于过去的复盘总结和反思，你们会意识到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局限性，而这种认知的局限或者说不断重蹈覆辙的错误，可能是源自于你们成长的环境和原生家庭带来的。你们在小时候缺失的某种东西，想要从一段关系里边去弥补，但是你们会发现，当你们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或者说某种关系上的时候，有一些错误它就会不断的重蹈覆辙。那说明你们的这样的一种期待，它就是一段关系某种错误不断重蹈覆辙的原因。你们总是会反反复复的爱上一个可能会伤害到你们的人。所以说23年在感情上，你们会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所有的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包括这张宝剑8也是一种匮乏的心态吧。你们之前可能是在等待着被拯救，等待着一束光，等待着某个人来看望你们，它是一种被动的状态。
这种匮乏的心态之所以会发生一个转变，在2023年，是因为你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认知局限，或者说某种性格层面从小到大成长环境当中的某种缺失带来的问题的根源之后，会痛定思痛，做一个清理，然后勇敢坚定的告别过去的自己。所以说2023年你们不会再被动的去等待而是会主动的去争取，甚至对于一段不平等的关系，你们会斗争不会逆来顺受，就像这个宝剑五一样，你们会捍卫自己的权益，你们不允许自己再一次受到伤害，会有更强的这种自我的意识，你们的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迅速的觉醒。所以说这个 mask，我觉得你们会重新找回自我摘下一个面具，戴上一个新的面具，而这个新的身份才是真正属于你们的身份。这组牌的这种强烈的意识觉醒，会让你们不再被屈服，不再被压迫，就好像是你们会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独立女性或者男性。然后这张牌Volcano 火山爆发，就是你们在反复沉淀思考的过程里边，会有一种顿悟在感情上面的顿悟，有的东西会手起刀落，彻底的斩断，整个人会变得更有智慧吧，在感情上面会来到一个新的境界，看到一个更高版本的自己，不会让自己在困在一段关系的牢笼里边，可能甚至会回到原点吧，回到最初的地方，重拾自己的初心。这组牌我觉得你们会对和自己的关系做一个深度的梳理，你们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之前在感情里边出现的矛盾，其实本质上是由于你们和自己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而这个世界所有的外部关系都是你们和自我关系的一种投射。有的时候我们离自我最近，所以最难看清楚自己。23年最重要的事情反而不是和某个人的关系，而是你们和自己的关系。你们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初心，重新找回自我，然后重新出发。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